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今天来跟大家讲讲通证上市的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一堂课第9课有提到关于整个通证挂牌的内容跟详述说明。现在我们要来谈谈通证上市因为挂牌完就要上市嘛，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上市之前我们材料做完了，对吧？但是在上市以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上市的路演。那路演大家以为就录个视频然后讲一讲这个内容就好了嘛？当然不是啊，整个上市路演它是有规范的，基本上教授把它罗列为7大规范。第一个，通证路演我们首先通过路演来介绍企业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会建议大家制作一份 PPT， 将企业内容以及通证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时间呢，基本上控制在15分钟内，好吧，15分钟内那这一份大概你就可以划分嘛，我的企业，因为我们在前面企业挂牌的时候不就有一份 PPT 跟视频了吗？好，可以挪用那一份但是如果能够更精简一下更好。浓缩的总是精华嘛，对不对？好，所以除了那个3到5分钟的企业以外，更多的这个主题更多的你要路演的是你这个通证的内容，比如说我的资产情况、我的产品情况我所做的报告情况、我的团队以及我的承销部门、我的服务机构包含我的6大审查机构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把它作为详细详述的这个说明控制在15分钟当中。因为你除了在视频的路演过程当中，可能未来你还要在不同的活动场合、不同的路演的现场要进行路演所以你要开始熟悉属于你自己的这些事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路演规范，尽职调查的说明。这个时候要请尽职调查机构的专员安排进行路演，内容呢就是为这个尽职调查过程当中的一个介绍，以及调查员自身的介绍、机构的介绍等等的包含相关背书的路演内容。就像上一堂课教授讲到的一样我是某某机构某某人，对吧？今天对于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你不用讲太详细大致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你对于这一份报告的一个评语我认为这个企业所发行的某某商品是基本上是 OK 的，在我们的角度上，从法律层面，从各个层面你要按照你的报告大致讲解一下我认为是合格的那本人也为这份报告来进行担保，这份报告的内容都是本人本机构盖章签字过的本人为他进行负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吧？第三个是属于评估的这个说明就这个本项目通证评估机构进行相关机构的介绍以及专员介绍，有没有发现都有机构跟专员的介绍？这两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不希望说产生有一些任何的一些伪造行为或者是这个滥竽充数的行为随便逮一个人然后就来做报告啦这个是不行的，好吧？那么最后呢，再进行整体的评估内容的说明。我们针对这一份报告，这个资产，这个商品，我们的评估手段是什么？我们的评估方式是根据什么条规，或者是根据什么经验法则来进行评估的那么在评估的内容当中，我们发现什么，我们预估它现在的这个市值是多少包含在经营过程当中的1年或2年或3年或5年的过程当中，这个资产的增长比根据市场推演大概是多少，在未来交割后大概是价值多少诸如此类的，好吧？那当然这个评估报告里面会包含了这会根据不叫包含，会根据这个资产管理的报告来进行未来评估的部分说明，好吧？所以这个部分的交叉性还是比较强的。
第四个请承接本通证保险机构安排承保的这个风险控制员，要一定是风险控制人员一定是风控人员一定不是那个保险从业员那么简单这个风控人员呢，要进行相关承保过程的一些相关说明，以及机构本身还有承保专员自身的说明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份资产的评估报告当中显示，它的资产目前价值大概在5个亿，那我们保险机构的二次评估也认为它价值这么多。那对于它的承保部分，如果发生了意外、火灾等等之类的我机构对于这一份资产的这个赔付额大概是在 4.5 个亿因为有折旧额各方面的手续费扣除并诸如此类的说明就可以了。再来第5，资管说明请通证项目的资产管理机构来进行本通证的资产管理说明，并且介绍资管机构以及承接专员的一些相关介绍。这里指的资管部分不单纯只说我保管你的商品，我保管你的资产这么简单。如果涉及到资产的，他还要再次说明这个资产的增值项他们是怎么进行管理的。比如说一栋大楼来讲的话，他们今天承接了这一栋大厦的资产管理，那可能他还要再次说明说，我们在承接保管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会对这个资产进行什么什么什么分析那么资产的现有的清点盘点清算，那么清算完毕以后，我们会对这个资产进行二次改造然后二次改造以后，我可能要做出租、做合作、做经营、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以此来达到这个资产的增值部分这个就是资产管理方要进行说明的详述的部分。那我们预估在整个资产评估的这个保管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未来会产生多少效益，分别在什么时间段产生什么效益这个是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机构要去给予的详细说明的部分，好吧？那当然机构跟专员的部分也很重要。第6，请本通证项目担保机构进行担保过程的说明以及介绍，并且对担保机构以及承接人员的介绍。这里讲的担保并不是说担保这个资产没有问题这个东西不太现实。它这里的讲的担保的意思是什么？是当这个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当这个资产的交易无效了、失效了，或者是交割了，那么在交割的过程当中，这个担保机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交割的这个担保方式是怎么样来进行变现套现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渠道跟经验法则，或者是法规法则、政策法则等等之类的，这个是由担保说明机构这个担保机构来进行说明的，好吧？这一点第6点是特别重要的第7个最为重要的请本项目的财务审计机构来为这个通证进行整体的财务审计过程跟进行说明，以及财务审计机构还有财务审计会计负责人的一些相关的背景介绍。财务审计报告要细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拿一个杯子吧，拿一个资产吧，这个资产比较多拿个资产来说明吧。这个资产的收购价，这个资产的持有价，这个资产的现有价值，这个资产在经营的3年内的相应的资产经营报告，包含这个资产的3年内的这个维护的费用开销费用等等之类的这些财务审计报告，还有它的现金流量报告表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事务。在后续我们会请相应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以上几项的专业的报告说明。以上几项的报告说明的专业性，我们会请以上的这些专员来做一些专业的一些说明，好吧？教授也只能讲到一个概述的部分。好，这个是路演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在路演过程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说明因为在整个路演的过程当中整个重点的说明教授来从事的再来
重述一遍。第一个，承接机构的说明，这个地方啊讲的是这个背景，比如说是某某律师事务所，某某的财务师审计会计事务所，某某的评估事业机构啊，某某的这个机构啊，某某的资产管理公司，某某的信托公司，你要把自己介绍的越详细越好啊。那当然，这一些承接机构的相关的介绍跟背景资料，都会在官方站点上面进行阐述啊，这个是所有交易机构的必备条件。第二，针对承接机构安排的专员人员啊，专业人员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介绍。这个专业人员他可能在介绍背景的同时，他要出具他的资格证明。你不是一个这个方面的资格的人，你没有办法来做这方面的专业的辅导或者专业的工作的，好吧？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你不能拿一个保险从业人员，然后就要来对这一份资产进行风险评估报告，这个是完全不合规、不合法、不合理的。第三，在整个承接过程当中以及审计结果的相关介绍。第四，各个机构的时间基本上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过多漫长的去介绍，因为一份资产的整体介绍报告大概在1个小时以内完毕因为前面还涉及到相关的这个资产本身的路演企业的路演，承销机构的路演，服务机构的路演，还有你们各大机构的路演包含报告内容的背书担保公信力等等之类的说明，好吧？所以这一些路演的重点说明相信大家花点时间就能够清晰的去了解一下那么路演的部分呢，会通过2种形式来进行路演第一个是通过直播的形式会由各大交易机构呢安排相应的这个直播形式，因为现在我们都进入到了高科技时代，也不能叫高科技时代啦，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进入了信息时代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了，所以呢，通过直播形式来讲会更加真实一点所以大部分的通证上市路演会都会根据不同的交易机构的时间安排来进行一些全程直播。那么有任何问题的个人或者机构他们可以在这个相应的这个直播系统当中，或者是公开的这种会议系统当中来进行互动的评论留言，或者是进行互动的这个交流来咨询一些内容，或者进行一些答询这个是通过直播方式的一阐述方式。老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通过录播形式整个直播结束以后会将整体的直播过程的影片进行存档，并且呢会公示3天以上3天以上就会视同公开结束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处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可能这个资产会涉及到一些大家方方面面的疑惑或者疑问，所以这个资产只要有达到了法定的意义层面的话，那这个资产可能会被进行停权、审查，甚至是重新的进行这个排查。那这里面可能会涉到几个重新排查点呢？是哪一些呢？第一，可能你说这个资产 99.99999 已经成功上市了，也任何问题报告也通过了，可是他忽略了一个前台还占有1/1000的股权，没有他的签字，这种疑惑点有没有？也有或者可能他可能在公告的过程当中阐述说，我这里有1万平方米，结果呢，这有1平方米是没有解决的产权问题，他也给你拿来上市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存在问题？那这个人就会跳出来，对不起，你这个报告当中有1平方是我的，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它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它的公示期跟它的异议处理方案跟传统的产权交易跟传统的股权交易真的还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通证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单纯的事物我随便打包一下，我发几个币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个叫虚拟货币交易所，那个跟通证还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好吧？
好，那关于整个通证上市的部分，包含路演部分就讲解到这里。好，那么我们下一堂课要来讲通证上市的一级市场的说明、二级市场的说明，还有3、4级市场说明。好，我们要来讲讲这个部分，好吧？好，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堂课再见。这里是国际商学院，我是柳建龙教授，拜拜。